这里就是1800多年前曹操修建的地下运兵道，里面的复杂程度宛如一座地下长城，十分的复杂。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地下大型军事设施，里面机关重重，陷阱无数。哪怕你是个武林高手，进去之后都不一定能够安全的出来。悄悄告诉你，里面还有1800多年前曹操的办公室。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1000多年前曹操的经典之作。走吧，这个运兵道呢，它始建于东汉末年。当年曹操呢是为了军事需要，所以呢在地下修了一个栈道。因为最开始呢是为了运送士兵，所以被称为曹操运兵道。这个运兵道全长大概有8000米左右，我们现在开发出来啊，只有它的不到1/10。这里呢是运兵道的第一道防御设施，叫做障碍穴，边上呢还有一个小孔，这个小孔呢它叫灯龛。里面一般呢会放一盏油灯，如果后面有士兵在追击我的话，我跑到这个位置，把油灯一吹，地道里面一般都比较黑，追击我的士兵他可能对里面不太熟悉，往前跑的时候头呢特别容易撞到这个障碍穴。设置这样的障碍穴可以让追击你的士兵在受到挫伤之后乱作一团，从而起到一个自我保护的作用。你看这前面啊，又深又长，陌生人进来肯定得迷路，所以对这里面熟悉环境的人相对来说走起来比较简单，如果环境不够熟悉，那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。曹操的这个运兵道呢，虽然说是修建于东汉末年，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青砖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唐朝，满满的历史感，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宋朝。这个运兵道现在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你往这边看，居然这里呢还分为上下2层，上面可以通行，下面也可以通行。这难道就是我们古代最早的这种高架桥吗？是不是特别的智慧？而且你看看它这个隔层，大概也就30公分左右，这么薄，在1000多年前就能够做到这种技术，相当的了不起。我们到前面再来看一看，我的上面还有一层，上面那一层相对来说比较矮，我这一层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高。这个呢就是曹操运兵道的第2道防御措施，叫做半腿板，两边呢各有一个凹槽。在古代的时候呢，凹槽里面会放置一个木板，如果后面有人在追你的时候，你跑到这里，用脚轻轻一踢，里面的木板呢会直接倒下，在这边形成一道横梁，后面追你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，你呢可以直接趁机逃脱。曹操运兵道里面不仅有机关，而且还有很多的陷阱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呢就是一个大陷阱，它呢是一种军事设施，在有追兵进入到隧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士兵可以跨过陷阱继续往前跑，但是追兵他不熟悉里面的环境，很容易呢就跌入到这个深达2-3米的陷阱里面，而且陷阱里面全部都是往上立的刺刀，掉下去就等于是自投罗网。你再到这边来看一看，里面呢虽然说是一个楼梯，如果追兵沿着这个楼梯往下走的话，里面没有灯又比较黑，一脚很容易也跌落到这个陷阱里面，也是往上立的刺刀，自投罗网。所以这个隧道里面机关重重，陷阱无数，我估计在古代我在这里面都活不过100米。走到这里啊，这个运兵道感觉越来越窄了，你看大概也就50公分都不到。那么这里为什么会这么窄呢？因为这个呢叫做障碍墙。如果呢你是对隧道比较陌生的士兵进来的话，一般都会横着走，但里面的士兵都是侧着走的，而且古代的士兵他都是穿着铠甲，就会被卡在这里。一旦你被卡住了，那说明你就是外面的追兵，那么一下子就会被隧道里面的士兵给你结果了。即使你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障碍墙，但是它的边上呢还有一个机关，就是猫耳洞。这个猫耳洞呢，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掩体，如果后面的士兵追过来了，那提前的会有士兵藏在这个猫耳洞当中，来一个咔一个，来一个咔一个，是不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啊？即使你躲过了障碍墙，躲过了猫耳洞，但是这一关我相信你肯定躲不过去。你看边上呢有一个灯龛，如果追兵来的时候，我在前面把灯龛里的灯吹灭之后，里面肯定特别黑，这个障碍线看到没有，它会突然的降低，我低头从那边通过，后面的追兵不熟悉环境的会直接撞在墙上，撞得头破血流，让他心惊胆寒，不敢再往前追击了。运兵道最深的地方呢，可以达到地下的7米。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头顶上2米就是地面。那么这么深的地方，这个运兵道它里面是如何做到通风的呢？
1000多年前曹操已经替你想好了。来看看这里，上面写了3个字叫通气孔，它上面呢其实是一个 Z 字形的通气孔。这个 Z 字形的通气孔呢，如果外面下雨，雨水呢不会直接滴入到隧道当中，而且又可以通风，并且它还有一个作用，可以作为临时的逃生通道，是不是特别智慧？我真的很佩服曹操，但我很庆幸的一点是，我居然跟曹操是老乡。那曹操为何要在自己的家乡修建运兵道呢？传说呢是说曹操在刺杀董卓失败之后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亳州，曹操就开始招兵买马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只招到了很少的人，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各路诸侯更加相信自己，于是就让各路诸侯来欣赏他的士兵演练。曹操呢就让士兵穿着红色的衣服出城，然后呢再绕到地道里面换上黄色的衣服，然后再次出城。如此反复之下，各路诸侯都以为曹操兵强马壮，数量众多，也增加了投靠曹操的信心。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运兵道在打仗的时候，它可以起到反包的作用，跟出奇制胜的绝招。从这一个地道就可以看出，曹操能够纵横江湖是有一定实力的，成功的将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的军事思想运用到实际的地道战当中。关注阿波，阿波马上呢就要回厦门了，因为台湾呀已经确定了跟厦门大年初一将对海来放跨海烟花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盛大的烟火场面，一定要关注阿波，大年初一晚上7点钟来我直播间，让我们一起看一场台湾跟厦门的跨海烟花。